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一客家新闻杂志，我是许丽玲。举办多天4年的台东万圣节，用流物创作做主题，同南非的河坝还有山拿的色彩文化都相撞，用当代创新的手法重新去诠释采替传统的特色作物，希望用亚洲好食的料理向人来食。有人想的是，将有人想的种。就会有人来料理，安尼咪就会天天的恢复传统的色彩文化。记者宋颖娥蔡依从嘅报道。当课堂嘅歌声，佢外来嘅动员，推动金凤乡新兴国小合唱团用天主身份带来台湾出歌舞，为台东万圣节流物创作开场，现场民众看到该乐氛。那这个流域办史啊，是因为我们整个南回有5条新的流域，那有很多流域的一些美食，那这些东西平常时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透过这慢食节，我们跟店家互动，好好去认识它，也去了解它。盼到第4年的台东万圣节头一摆关到风景一等到位金凤乡来盼。用流物创作做主题，35组料理业，屯南非河坝山拿嘅色彩文化梦出来，重新表现出采替嘅特色作物。有民众用诗来感受南非流物安精彩嘅生命力。带大家用流域的观点和水流的这个速度，而不是公路的速度，来重新认识这个地方。从溪流里的这些生物到沿着流域周边的这些山林环境，它有的物产、食材，那过往的祖先们就是怎么样依它而生，然后有很多采集跟种作的智慧。那我想也是这一次我们台东慢食节流域餐桌想要带给大家更深入看见南回的这种独特性。谢谢。上面这个味道真的比较棒。到慢食季的摊位报到。天哪！等你哦，烤鸡好了。台东万圣节流物创作也摆喺攀起金凤乡新兴国小，以免喺部落嘅国小地位，不过也摆喺特别本作为上下2场，而同人分开来，安尼人能会睇到。批判的蔬菜媒体官方建议嘅公路游戏站发通执行团队，喺面对可能会有交通唔理解、重提特色，也有问题会有改进下，限喺先提部落度嘅国小来办万圣节，最希望民众目中係金冰冰嘅，可悠悠嘅来感受南非安特别嘅蔬菜。其实是比较深入到部落里面了，然后也很担心对部落造成冲击。做好各种的配套措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点点的不方便，然后可是走进这个部落这个地方，然后感受大武山系的这个山林拥抱下的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来品尝慢食节流域的主题料理。研发的出来的，然后变得很得意。屯台湾创意改调用嘅强调出物。台湾研一副椒、豚椒麻、做饼皮，再个帮热就做鹿筋肉各种青菜，建做比较椒饼，也係太海部落3萬潛歸台灣族傳統做椒麻嘅店面做出來嘅南非流物的特色料理。那我们就用这个台湾胡椒的叶子，把它打成泥，然后就是和在面里面，然后就会绿绿的。那我们就把它取名椒饼。那里面的腌肉呢，我就是用我们做的小米酒会有酒糟，用那个酒糟拿来腌肉。喺福陽南縣村內嘅排灣族住處，靠出用部分嚟嘅小嘅酒用幾比，天味再個用酒用填起來，再個加三部位，就係盧家卡斯部落採提嘅米絲。那個九瓊樹的樹枝啊，因为我们南新村的族语叫九琼卢加卡斯，它的意思就是九琼树。对，我们就用当地的东西，对，盛产的东西。
民意大美料理人罗新北度，结合传统同创意，唔讲血气，唔讲公道，梦出个有在地风土的澎湃料理，为民众用食来认识台东南边嘅传统食材文化。看到的毛蟹，这小 baby 的这种慢慢走路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往上爬，所以就会到比如说这边太马里溪、大竹高溪、金轮溪这样往上爬。南非六位有改到特殊嘅食物，像係和桑魚、腦海，都係農業菜天然為牛來食的。古亞百萬世節係用永續生態嘅角度，前面推動太學師生俾民眾來基從簡單的河壩生態教育。最主要是让来到的旅客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重新理解，其实我们在饮食过程里面也可以学习得到在地的不同的生物。那毛蟹跟日本门秃头虾就是刚好在这个地方蛮有特色的那个水下生物。安尼係唔啦，萬世節係安排嘅萬世港，前面鋪落嘅囡仔見從師傅排完出經典料理搖搖飯。那摇摇饭为什么叫摇摇饭？是一直在摇吗？还是怎么的摇法？对，有舞蹈动作吗？有。如果你一摇，你身体一动，它就跟着动啊，整个身体就动起来。假白燒嘅台灣燒鹽瓜強下煮，因為建築愛結成因田同去錄嘅，嗰種研究案做搖搖飯。這個同樣的那個方向，慢慢的搖。民眾每把握難得的機會，體驗用嘅優勢，為天然又單純的好食料理。你們看他在咬了，其實是不是要加5步的？好，耶，可以。太麻木嘅搖搖飯其實強調嘅係強下分享，食嘅過程就勞倫泰式嘅順序去搖來食，展現傳統部落嘅倫理。以前的话就一定要煮大锅，因为没有離鄉背景嘛。以前是大家庭，所以这个摇摇饭简单又方便又吃得饱。开动，耶！欢迎欢迎。橄榄酱可以自己挖。พี่เดินลำให้โจ้มันเน่ยองยิบเสี่ยวลูกๆ嘅搖搖飯窮下食，每等人都食到個滿足。跟我们外面吃到的小米不太一样，这个小米就是比较细，然后就是比较粘稠，加上它的那个鳗鱼超好吃。因为现在我们也是要给汉人知道说我们原住民的生活，以前的生活，或是现在也是这样子。我为了要推广我们原住民的美食，我就必须要这么做。有傳統經典美食，未有間嘅創意，重新本傳統作物做出嘅甜點。全部都是豆。對，就你想在不用。一縮一縮，有到溫度嘅豆腐花，一將人看下去冇麻貼片，看真下能發現食過吃，原來係用樹頭味來推廣頭味做出來嘅樹頭豆腐花。树豆本身就是蛋白質特別高，容易結成皮，好像一個漂浮物這樣。但是它是豆皮，那製程上我是覺得說，哎呦，它比一般的黃豆還要更艱難。入口即化，然後豆味很香，但是不甜。本人佢想唔到嘅係樹頭味未做得拿來台綠頭味做出高病毒紅嘅牙，客家嘅風盤業者就創造出嚟樹頭泡、落肉樹頭酥，希望人客食到搶，該數時要搶嘅盲食更怪樣嘅。甄選拿樹豆碰去，那評審那邊得到的回饋是，他們覺得樹豆跟什麼樹豆排骨湯是不錯的菜，那我就把它轉化成滷肉樹豆餡。那也是樹豆排骨湯的元素出現，這樣，所以我這次出現了樹豆碰跟滷肉樹豆酥這樣兩個不同的風格。樹豆大部分都是吃甜的，鹹的比較多，然後比較少做成甜食的，所以說它還不錯。潛歸傳統食材文化係台東萬世節最重要嘅肩負，點解用傳統作物研發出好食嘅料理相應來食？因為有人相信，沒能會有韓國多人來料理，韓國想愛其中意。我們希望讓我們的店家用一般都市人習慣的載體食物，比如說綠豆椪，我們都吃得很習慣，但它的中間的那綠豆餡，我們把它換成原住民的樹豆餡，消費者接受之後，店家就會用這個素材，那原住民的朋友就可以把這個樹豆慢慢種回來。慢食節是可以當成一個
都市消费者跟我们在地的这些慢食店家的一个桥梁，然后让传统的作物、传统的饮食文化慢慢的恢复这样子。因为好吃，这个传统食材才会有人种，愿意做这道料理。好吃真的很重要，让传统的食材变得好吃，农友愿意种，这个是我觉得慢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下看到嘅野條橙色嘅板團，當做結粒粒嘅濃到人人，變到一嘅紅，再個拿起子。也係曬到台東嘅強光兩公婆，為廿八嘅六位創作夢出來嘅嘅事團團呢，也想法係對強光行健，強命嘅下位設的嘅事團查過來嘅。是從北方的客家人移居去南方的香港以後啊，就覺得身體很熱。然後他就覺得吃這個雞屎藤，它可以退火，可以清熱，所以他們就在清明節之前就會做這個雞屎藤的團子來吃。然後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清明仔。就是大家都很拼啊，就很瘋狂的去找一些大家可能比較少用到的食材，而且是台東在地的，就是大家就去挖很多不一樣，然後奇奇怪怪的東西出來。其實喺香港做搶名嘅嘅數據，和本年連結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唔過廿八喺台東慢食節最近嘅搶名嘅，就開喺 MIT Made in 台東，嘅事團係對闽南海河壩選擇嘅。糯米粉、飯條就開路喺關山出產嘅。對啊，所以他們就覺得很驚訝，為什麼它煮過就是那個做成那個團子以後，它會變成是一個清香的味道。它吃起來很 Q 啦，就是說它沒有特殊讓你很不喜歡的味道啦，沒有那種給曬的味道了，沒有。台灣人對雞屎藤已經都完全都忘記了，這其實是我們閩南很重要的一個民族植物。以前台灣人，我們的阿嬷都會拿來煮雞湯啊，或者是拿來做一些草仔粿那些的食物。用小米早期就是要去發酵很久，因為小米顆粒很細，它沒有辦法像糯米那樣子很容易就是泡水之後很容易打，所以它一定要發酵浸很久，然後它就會形成一種酸香的味道。一年盼2到300嘅台東慢食節，做大講係慢食店家嘅比賽場，面對了聯誼就點出本燈，唔講好食好過，唔講按飛戲。弄出各個道主題嘅特色料理，每項特色產品嘅食品味都有伊嘅故事好講。無奈何發通天廠店家根本冇按到實體，嗰時就以為討好人，帶給民眾韓國層面的來了解。就是要說，就是慢食節的精神，台東的慢食節是怎麼樣進行的？然後說，因為店家基本上很忙，所以不太有時間去介紹自己的料理，可是又很想把他們做的研發出來的跟大家分享。很多年輕人對於現在的以前人的飲食文化跟傳統文化都是不能接受，但是我覺得透過這種方式，然後可以讓年輕人知道，其實傳統美食啊跟傳統飲食並不是他們想象中的那麼的，就是不可以去融合跟接受這樣。那朋友就說：“哎，你這樣解釋，我終於知道哎，來台東慢食節會吃乜嘅東西哎，吃到嘅東西跟台東親有關係，應該還東西，我就哎，好像應該要有一個。”按那個連結吼，本大家提供慢食節可以用導覽解說的方式吼，本大家怎樣？可能我們的東西有貴一點，可是貴的是貴有道理，安尼。台東慢食節最為本人講到嘅，就係唔用100就節的盤飯野豆，安尼體積就少加幾多。野豆慢食店家研發整出的天然設計，用水素就以為植物的葉白拿來裝東西時。民眾們做的同時來好，用麵包樹嘅葉白熬出自家嘅飯。那折痕的部分，我們把它往內折，所以你要把它折進來，不然這邊會漏。我覺得做這個還蠻有趣的，而且它是環保的材料，我自己做還蠻有意義，然後可以拿這個東西去裝自己想吃的東西，這樣。真的一定要來朝聖一下，因為人哋一家有辦法通，上個好一些。觀摩一些咧，就像綠食慢食器啊，還有用葉白啊，還有食物，還有都得用。所以你可以從垃圾桶就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垃圾其實少很多，尤其是回收，因為大部分都是民眾自己帶環保餐具，所以就會比較環保，垃圾也會比較少。以前可能大家會覺得免洗餐具很方便，可是現在大家越來越有永續跟環保的觀念之後，我覺得天然石器這一塊是可以推廣的。那我覺得慢食節很棒，就是我們做了，然後客人也
很开心的来一起响应，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变成一个运动，慢慢走下去。对慢食料理体验设计在高度发通体验，模板好係究竟有啲片出多數位。喺講唔表慢腳步，就會發現一條唔啲片當中，其實愛大家看到推動風土當中，紛紛嚟講嘢嘅有幾豐富，亦精彩嘅。慢食節對我們來講很大的意義，就是我們如何把傳統作物重新詮釋成現在大家可以很喜歡的飲食的文化，不論是返鄉也好，或者是已經在地的店家或者是族人們，我覺得他們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的飲食文化。慢食節已經變成一個品牌了，所以我們可以有那個一點能量去支持這些返鄉的年輕人，變成一個在地的一個餐飲的一個力量。那我覺得更多的餐飲職人一起來做慢食這件事，永續環境啊，永續的飲食就會更壯大。那大家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生活的文化更有意識，不論是從傳統去找到這個料理的這個傳承的可能性。那或者是也許用一些台東特色的作物跟食材來做發想，不管如何，我覺得台東的飲食風貌絕對會是越來越精彩。保留傳統嘅食材文化，又有創新嘅獨特見地，作為新人嘅慢食源頭，真係以普普為前輩台東南遊嘅文化自信，韓國也往人生土地，使得文化傳承兩地。